民法典，让法律 easy 一点，让烦恼少一点。委员，最近有这个发财方法跟 pebble， 你知道吗？我都在 LINE 里面收到说，哇，李桂你带你一起发大财啊！最近真的有点穷啊。好，我们认识那么久，你都没有跟我介绍一下这个发财的好方法。要小心受骗上当哦，在网络上面可是很多的投资诈骗的案件哦。我们看到，连金管会主委黄天牧啊，他的大头照都用在网络上面去诈骗。除了黄天牧之外呢，很多的名人，包括陈文茜呐、沈春华、夏运芬呐、吴淡如啊，林林总总的这些的名人都被拿来行诈骗。你知道我们在立法院咨询的时候啊，把黄天牧的这个照片诈骗的情形呢投影出来给他看，结果呢隔一天问题就解决的好有效率啊！在太岁头上动土啊，吹戏啦！但问题是，他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其他的人的问题还是一缸中。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是美魔女律师李桂敏。怎么样来针对大家在法律上面啊，尤其台湾现在啊。这种法律问题啊，如果你没有弄清楚啊，其实你很难保护自己啊。没错，那法律小白真的法律小白太多，那律师费又很昂贵哦。律师费是有公定价，因为呢加入律师公会它有规定的啊，还不能乱收的哦。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要来讲一个事情是，因为最近名人诈骗的问题也是太严重了。我靠，这个他被人家用他的名字头像去诈骗，他还要到警察局画押按手印，然后呢去警察局报到，浪费时间，劳民伤财啊。其实这个名人诈骗问题啊，不仅仅是名人本身困扰，那老百姓也很受挫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了。所以我们来请委员来介绍一下，最近这种诈骗案件在陡升当中哦。那你怎么观察这个现象？109年的时候2000多件，110年的时候4000多件，这是在台面上的哦，还不包括没有报案台面下的一缸子。111年的时候就窜升到这个6000多件，我的天，台面上哦，台面下还没有。为什么说有台面下？就是很多人他受骗之后呢，他就吞了。比如说，假设他的这个学历也高啊，自己都教授了，怎么还会上当受骗？或者是这个行政官员的退休之后啊，自己都当了这个高官，怎么会受骗？林林总总东西，所以看到有很多的案件，它其实是台面下的。那我们讲说，最近几年来，因为网络的这个发达的关系，这个诈骗的方式，它的这个普遍性，这个无远弗及啊。因为透过网络的关系，早期的我们讲说庞氏的骗局，庞氏的骗局呢，这个比较传统的骗局，它就是是不是真的他去投资赚了钱？没有，他是去后面吸收新的会员进来，用新的会员的这个钱去支付。这个前面的人，所以我们传统就讲说，他是这个庞氏的骗局了。那随着金字塔型的，对，那先进来的人的确他是已经赚的钱出去，但后进来的人他就很惨，这是最传统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网络上面呢，因为这个发达的关系，常常会有一些像股有社啦、林林总总的洗脑式的一个诈骗。怎么样洗脑式呢？它的设计方法就是说，哎呀，我看了这张股票呢，是好的不得了，然后谁投资了之后，你看他的是获利这个很好，然后呢，其实他偶尔也会赔一点点，因为这样才真实嘛。你全部都赚，然后你不赔，他其实也不真实。他就看这个信来来回回的部分，就开始觉得手痒痒的，也想跃跃欲试。他是透过这个群组呢来给你洗脑。那现在呢？打鸡血啊！再加仓。对，很多的部分呢，它其实是更惨，因为透过网络汇款的方式诈骗，钱进去里面，它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嘣，人就不见了，账户当然也关掉，也不见了哈。所以，观众朋友了解，随着时代的变化的时候，它的骗局、诈骗的方式呢，越来越多样化。还有一种人，就是被冒名的人，这些的人他被诈骗之后，他还需要到不管是脸书也好，或者是 LINE 或者其他的社群网站里面讲说，请大家不要相信这个，我并没有这个东西，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可是你要知道，以现在的这个网络的发达呢，尤其像现在 AI 很发达，对，我们都知道机器人，对不对？林林总总雨后春笋冒出来的更多，所以有更多的人他会受诈骗，所以我们才讲说，今天的这个犯罪的一个态样呢，其实政府机关它的不介入呢，是已经造成民众的更大的一个伤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呢，特别请金管会
他应该针对名人的诈骗处理。那我们很惊讶，就是说，当我把这个黄天木冒他名诈骗的时候提出来之后，哇，这个行政效率高，隔天就没有了。所以可见这个事情是有没有办法处理的？可以，它是可以处理。现在就是说，你要不要处理的问题。对于这个名人诈骗的这种泛滥只是变政府的一个不作为。可是反过头来，大家也想了解一个问题是：第一个，名人诈骗的时候，一般的小老百姓遇到这种状况那名人本身遇到这种状况，这是两件事。两件事。那名人被害人，那名人要不要负上什么法律责任？因为像是这个名嘴就说：“哇靠，我还得去做笔录，我会被牵涉进去。”那人家只要挂一个名字我就进去，那这关于这个部分呢？对，基本上来讲，我们讲说并不是名人诈骗啦，因为名人并没有去诈骗，他是被冒用名人诈骗。对，他的名字被冒用去诈骗，所以他是不是也是被害人？他是他也是被害人。我们就以这个夏运芬的这个情形来讲，他的照片那些还是没有像这个黄祖伟一样被撤下来啊，所以还是会有别人陆陆续续的去看到那些东西。然后因为相信他的这个财经的经验，然后就持续的这个被骗。然后呢，为什么他会很委屈的一个原因呢？他明明是个被害人，结果呢，他还被拿去当成一个犯罪的共犯。所以他还要到警察局里面去说，他也不知道要把整个事情厘清。他被当成像是一个犯罪的嫌疑人，好像他就是那个罪犯，他签名还不行，还一定要盖手印，要画押。那平安讲了，我们要很坦白的讲，我觉得这个就过头了。为什么呢？因为也在这地方给基层的远景一个法学的教育，真不要这样。有一些的基本的法律常识还是要有。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还要说用这个盖手印的一个方式印章？反而还有可能到，因为我们现在说电脑的这个复刻很容易，对。可是签名比较难一点，因为签名毕竟你会有下笔的轻重的问题，所以签名你不管就是说在台湾也好呢，在国外他签名都是认的，所以拜托我们、不要再画押了。不要再画押。我们的民法里面的确是有画押这件事情啦，但是那个是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因为有很多的文盲，他只能够用画押。可是我们的时代在进步，现在真的没有说规定，不管他是告诉人也好，被害人也好，或者是犯罪嫌疑人，真不要叫别人去画押。就像我们碰到夏运芬的情形，他就说他真的很难过。在我们很努力的跟民众争取权益之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个金管会啊，他有些许的一个动作。因为我们当初问他说，为什么只有这个主委的可以撤掉，其他人都不在呢？他就说，那他们已经去跟 Meta 呀，跟这个 Google 啊，他们已经开过会那他们同意，就是将来呢，只要是主管机关通知他们的话，他就会把这些东西下架。那我觉得这个很明确。如果说金管会他做到他 promise 他答应的事情的话，那对于这些名人，我的建议呢，就是说，第一个，你还是要公开声明这个不是你的第二个，你还是应该要做一个备案的动作。第三个呢，你在备案的同时呢，就通知金管会，我们可以看看金管会有没有做到他所承诺的事情。好。对，不过另外一方面是老百姓发大财，谁不想要？按下去，糟糕了，诈骗上当，那怎么办呢？如果他掉到这种诈骗陷阱的时候，那他要怎么自救呢？对，我们现在回到一般的老百姓，因为相信这个上面的名人是，然后他受骗的这个情形。我也可以理解说，一般老百姓呢，他为什么会去告名人，然后名人为什么会觉得就是说，自己很委屈的一个原因，因为毕竟网络上面的诈骗，很多的真正的这个事主呢，你不见得找得到。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是透过这个海外的第三方第三方，所以你不见得抓得到真正的这个坏蛋。对。正常来讲，你要求偿的时候，你就会找一个口袋深一点的，我们讲 deep pocket。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就是说，不管你是投信还投顾，它都要有执照的。比如说，你就算是觉得说，这个财经专家非常了不起，可他可不可以给你一些的这个建议呢？原则上面来讲，如果他是在给第三方建议，他自己必须要有一个执照，投信老师或投顾老师，他必须要结照。那这个我们可能会衍生太长了，因为我们接下来我也曾经问这个金管会说，那 AI 选股神器呢？最近很流行啊
这个 AI 整蛊人神器呢，然后他用一个名人都推荐，对。那现在因为还有什么像是声位技术嘛，就 Deepfake 嘛，就是甚至脸都可以换掉，或者他贴一张图啊，或者是用一个动画啊，然后这个配音啊，或者是用旁白给它加上去啊，你看这个就是这个 AI 整蛊神器，让我3年摆脱负债啊之类的，这很恐怖的事情。但基本上面来讲，因为软体本身它不是在法律上面来讲，它没有一个人格，不管是法人格也好或自然人格，它都没有，所以它会不会一个犯罪的主体？它不会是一个犯罪的一个主体啦。好，那如果说是这个 AI 选股神器呢，这个选股神器呢，可能在写软体的人，他丢出来给你呢，他是让你是去做参考而已。它的上面其实它的 term and condition 也会写得很清楚。所以就到底是谁 operate 它的，就是谁去营运它，谁去设计它，谁去提供它。这2件事情，第一个，如果他只是单纯写一个软体，然后他告诉你说，目前有这样的一个 data， 然后他去分析台积电在过往什么样的情形的东西，然后供给你做参考的话，他并没有说叫你说你要去买或怎么样子，他是有他的所本，而不是说我在写软体的时候，就是把 data 集中成，其实我想炒作的是 A 公司的股票，所以我故意写这个软体程式呢，让你怎么样去搜寻之后，你就发现说，他就是推荐你1、2、3、4。那虽然这个 AI 的选股的这个本身来讲，它没有法人格，它不用受罚，但问题就是说，它背后的那个人，实际上面的控制人，那这个 AI 呢，只是变成它的一个工具而已。是，所以你会按照实际上面的情形呢，去区分到底是这个人是要负责还是不负责，取决于他的事实。就我常讲法律的东西它很难，所以它取决于你的因素不一样，就是说法律的这个背景的资料不一样，所以它出来的结果它就不一样。对，但是背后其实还是回到一个点上像老百姓现在上了这个当，那怎么办呢？他申诉无门吗？还是在海外就没有办法啦？还是说一样报案，报完案之后怎么办？好，它其实有几个的情形，比如说像现在按照我们现行法律的规定的部分呢，像我刚刚前面不是讲说不同的诈骗的方式吗？其中有一个是汇款的情形，然后呢，他讲说集资，然后你把钱汇到这个地方去，像那种情形呢，在主管机关呢，它可以通知银行部分，那个地方会先把它 freeze 住，先冻结，先冻结住。你如果没有出去的话，那当然你就。但如果万一一出去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平常讲台湾打官司呢实在是太久了，然后更何况钱一旦出去之后呢，你要把它追回来，它的几率就比较低了，比较低，所以还是在奉劝这个观众朋友，就是说，投资股票这件事情啊，基本上面来讲呢，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面的，千万不要去相信这些东西，你还是要有你自己的一个判断，或者说你还是应该要找这些有执照的有执照的这个比较好一点。是，所以关于这个名人诈骗这件事情事实上在台湾真的是很泛滥。对。那这一部分现在金管会做了什么事情？他除了承诺说 OK， 王天木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完了，那剩下的人怎么办呢？是啊，所以我们那时候讲说，主委厉害。那你的 SOP 是什么？讲一下吧，要让别的这个名人也能够知道。不然我们平常去问 Meta 不聊我们 ，FB 你跟他伸出了半天，没什么效果啊。但在我们持续的要求之下，按照金管会的说法，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去 monitor 他有没有做到他说到的哈。他讲说 Meta 已经承诺了，就是说 Meta 被通知的，他要在8天之内下架了。谁通知他？是警政单位还是司法单位？行政单位，行政单位他都接受。所以只要行政单位有人通知脸书就会去处理。对，他这样讲，这是金管会讲，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他有没有做到。那等于说报案就可以止血了，照他这样8天之内应该就要下架了，警察局发个函给他就好了。是，所以它是不是一个可解的问题？它是一个可解的问题。我们刚刚不是讲说，因为它有机器人关系，它还是可以像雨后春笋一样，它虽然拿掉了一个下运分的，它可能崩出来又另外一个下运分的，因为它会从网络上面截你的图，然后去做它的这个漂漂亮亮的这个 flyer 嘛，这个广告的这个东西，从技术上面来讲其实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假设这个金管会呢通知了 Meta 说，这个是下运分的部分都不是它的，那你应该是看到下运分的这个影像的部分，它就算后面冒出来 ，AI 其实可以自动 control 就把它下架。所以
从技术面上面来讲，它是不是有可以解决的？它绝对是有可以解决的。就很有趣的，就是说还好了，我觉得还好，这个黄天木的这个照片是备用的，所以我们今天才有办法解决问题。因为否则的话呢，你会听到这个说辞很多啦。因为你看到这个，其实平常讲，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这个赞许 Meta 一下的，因为 compare 其他的 Google 的回答是讲说 as soon as possible， 你的尽快。我说尽快是什么？多久叫做尽快？Google 根本就没在处理，然后那个 YT 的诈骗广告已经多到满山遍野了。然后我就问说，那 Line 呢？那个主管就跟他说，我们还没有跟 Line 联络。我是主管机关是讲一个做一个吗？Line 是大宗对啊，但没办法，你会看到说奇怪，他们行政官员跟我们的社会脱节，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我们就是要讲说，一般老百姓其实也是一样。其实你不要讲说只有名人会被冒用哦，一般老百姓也有。我就是曾经有这个一般的老百姓，他为了要帮小孩创业借钱，然后他去相信那个中介的部分，他后来也是被当成这个共犯一样，全省跑了20几个派出所，你知道？所以并不是只有名人，你不要想说我不是名人，所以我不会被告，会，你知道？因为他一样，歹徒会用你的资讯啊，然后去伤害别人，也伤害这个被利用这个资料的人。那至于一般的被害人，我们只能够讲说，这个投资的部分呢，还是要请专业。不过，就最后我们想要问一下，就是说关于法条的部分呢，委员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遇到这种状况，它大概是民法或是刑法的一些法条可以都有适用之？简单来讲，我们从几个方面讲。第一个，从刑责上面哈，因为有诈欺的话，它其实就是刑法上面339条里面，意图为自己或者第三人，不是只有自己而已啊。如果你想要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然后第二个构成要件是什么？用诈术啊。第三个构成要件说使人将财物交付，有这3个构成要件的时候呢，它就会构成这个诈欺罪。它的意图上面，只要你这个意图呢是取得的人他没有法律上面的原因，我们讲不法的所有的情况之下呢，你第一个构成要件就构成了，即便这个钱不是为了自己拿，它也会构成啊。第二个呢，就是施用诈术，就是你用骗的方式，比如我们讲说名人诈骗呐，对，你为什么讲说这个股票很好，或者是说你用 AI 神器的时候，你并不是真正的给正确的 data， 而是说你是为了炒A 家公司的股票，然后你把所有 data 都集中到说，这个 A 家公司一定好不得了，所以这个就是施用诈术。第三个构成要件呢，就是说让别人把财物交付，财物当然也包括钱，对不对？他把这个他要投资的钱给你，好，比如说我们讲说汇款到你特定的一个账户里面去的话，那这个它就会构成刑法的这个诈欺罪。我们刚刚前面也有提到，另外一种就是叫做加重的诈欺罪。加重的诈欺罪是什么呢？加重诈欺罪是说，好，如果你的这个成员，就是说3人以上，比如说这个犯罪集团呐，或者是说他用政府或公务的机关的名称，这种情况呢，它都会你是一个加重。那最后一种呢，我们讲说现在网络时代发达，所以你是透过网络、透过电子的设备，因为它的传播力很快，所以你如果用这3种太阳之一的话，你去犯刚才我们讲339条的这个的诈欺的话，它的刑责就是本来是5年以下，它就变成7年以下，所以我们讲说它是加重。好，那至于民事的赔偿上面呢，它会回到我们民法里面关于侵权行为，因为故意或过失的情况之下，然后有这个侵害别人权利的行为产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按照民法的侵权行为的主张呢，你可以请求这个损害赔偿。那你的损害赔偿可以请求的金额是，原则上面来讲，它是你所受的损害加上你所失的利益，但通常来讲，所失利益比较难证明，但能不能加计取决于你能不能够证明你有这样的一个金额了，好，所以它是一个举证责任，然后取决于你的犯罪的态样。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讲说汇款啊，他如果诈骗的手法是让你汇款到一个地方去的话，那里面呢就也可能会牵涉到洗钱防治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定。所以你除了触犯我们刚刚前面所讲到的这个刑事的责任之外，你可能也会触犯到洗钱防治的相关的规定。所以
法律的规定呢，我觉得这个条文的部分来讲，你其实到底是第几条，它的规定是怎么样子，你有一个基础的概念就可以了。当然，你的律师嘛，哈，或者是现在目前很多的政治人物，他其实都有设义务的啊，你都可以咨询他。再不然呢，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美魔女律师教你生活不犯错》啊，里面对于这个诈骗的部分呢。应该是从70页开始到这个78页里面，其实也都有，大家可以拿来这个做参考。不买没有关系，你其实到书店里面翻一翻就好了。面对法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更多的武器跟这个基本的知识的哈。那我想今天委员也帮我们解释了很多关于你遇到这个所谓的诈骗的问题的时候，尤其是现在最流行的名人诈骗啊。对。那甚至呢，你不是名人，可能都被拿来作为诈骗标的啊。对，这个都很大的问题。那遇到这个状况，千万不要害怕。对，因为刚才委员其实有提到一个关键嘛，还是要先去报案。对，你这个报案，你才可以及时的止血。尤其现在诈骗大众脸书嘛。不过回过头来啊，法律的问题啊，千万不要害怕。对，就是面对它，对，解决它，就解决它了啊。好，我们今天这个民法典呢，有没有让法律 easy 呢？应该是民法典 so easy 希望大家有解答到大家的疑惑。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在夏天，最后还是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然后打开小铃铛。那我们呢，这个系列我们会继续坚持下去，也欢迎大家可以超级感谢好，然后跟我们多所互动哦。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见了。我们谢谢委员，拜拜。